有缘人，若您刷到这条影片时，请勿错过，此乃天意之赐，您的财运将如约而至，意外之喜接踵而至，请满怀信心，亲自迎接这份富贵。订阅点赞，给这份福泽一个回应，让财富与健康更加稳固长久。有福之人评论一句接财接好运，为家人和孩子接下这份好运，愿你阖家欢乐，事业顺利，疾病与霉运永远远离你们的生活。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命理警示，生肖兔速看。下半年有生死大劫，这3个地方千万不能去。第一个，你可能常去。有时候命运不是悄悄改变的，而是在某个时段突然翻脸。尤其是对于属兔人来说，2025年下半年命理上确实有一道危险的分水岭，不是吓唬人，更不是迷信，而是根据五行流转、运势变动、岁运交替来推演出的警讯。要知道，有些劫数不是看得见的灾祸，而是一步踏错，一个念头，一个地方，就可能诱发一连串不可控的后果。所以本期视频就是想提醒属兔人，下半年你必须远离的3个危险地带，尤其是第一个，可能你每天都在进出。属兔人属卯木，2025年是乙巳年，巳为火，木生火，本身就是一种好泄之象。木在五行中被火克耗，意味着你个人的气场、元气、生命力正在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而自身的运势却悄然下降。这种泄耗之年，最怕的就是外力干扰，尤其是带有强烈阴气、冲击气场或者破财招灾能量的环境，一旦踏入，可能瞬间点燃命里的劫煞，导致连锁反应。第一个千万不要久留的地方，就是到商场、地铁站、车站这类人员密集但气场混杂的公共场所。是不是很意外？这就是你最可能每天去的地方，甚至会觉得很正常。可问题就出在混杂这2个字上。这些地方人来人往，有喜有忧，有吉有怒，情绪复杂，气场紊乱。属兔人下半年木气被泄，体内五行不稳，很容易被这种乱流所影响。举个例子，你可能只是去逛了个街，乘了次地铁，回来却突然情绪低落，头昏脑胀，甚至接连几天都不顺。不是你撞了鬼，而是你撞了场。特别是那些人流密集却不通风的场所，比如地下商场、封闭的公交枢纽、地铁站，这些地方容易聚煞。煞是什么？不是吓人的东西，而是所有负能量、衰败气、戾气、病气的集合。属兔人如果身处其中超过30分钟以上，就容易被吸住，久而久之，小则失财走运，大则招病招祸。第二个需要特别避开的地方是靠近水边的偏远地带，例如湖边、江边、堤坝、山涧、水库等。属兔人在下半年五行属泄木，木生火，火克金，水克火。所以如果你命格在遇水火加工的外部环境，那就是彻底的阴阳失衡。很多属兔人在这种环境下会出现气息紊乱，也就是中医说的虚火上炎，气机不畅，严重时会突然晕眩、犯冲、呼吸不顺。而在命理上，水边属阴，不适合木命虚弱的人长时间接近，特别是那些偏僻无人的水域。即使你是为了散心、钓鱼、拍照，也不要一个人前往。命宫虚弱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接近水之煞。水乃无常，暗藏流动之灾。很多人常年平安无事，却在一次郊游或路过水边时突然出事。这种不是偶然，是气场崩塌的瞬间。还有个细节提醒，如果你近期梦见自己在水中挣扎、沉没，或梦见大水泛滥，也是一种命运提前警示。这种梦象不是迷信，而是身体潜意识在告诉你，气场已虚，不可再临近阴湿水域。
属兔人尤其要注意7月至9月期间，水气最盛，危险性最大。第3个地点，看似神圣却藏着大劫，那就是老庙、老祠堂、废弃神坛、灵骨塔、旧祖坟等风水地。属兔人是属阴柔之木，平时最怕气场被扰乱，一旦到这种灵气重、阴阳交汇的地方，哪怕你是去祈福、拜神，也容易反噬。为什么？因为命弱之人承载不起强气，阴阳失衡就容易反被拖走。尤其是那种年久失修的庙宇、破落的神像、香火断绝的宗祠，他们的气场早已破裂，不再聚福，反而聚煞。属兔人一旦进到这种地方，容易出现精神恍惚、失眠多梦、家庭不宁、运势跌落等现象。这些变化看似无关，实则与一次气场碰撞有关。如果你心中烦乱，命里虚弱之时进入这类地方，更容易被冲击。特别提醒，属兔女性若处于情绪低落、体虚多病、睡眠不好等状态时，千万别一个人去这些灵地祈愿，否则不但愿望无法实现，反而可能把本就残弱的运势彻底打乱。除了避开这3个危险地带，属兔人还需要特别注意一个细节：气场自保。五行之中，木主仁爱、情绪、精神活动。今年你的木气被火耗，本身已经有点内耗严重的趋势，你容易想太多，情绪起伏大，睡眠质量差，脾气莫名急躁，这些都会削弱你的运势保护层。所以下半年一定要重视静养心神，比如家里不要挂太多红色系装饰，避免火上加火。晚上尽量11点前入睡，让肝木修复。饮食少辣少油，多吃绿色蔬菜、百合、莲子之类滋养肝气的食物。如果情绪低落，建议多做深呼吸，多听自然音乐，减少与负能量过强的人接触。财运方面，下半年你会发现进账变慢，开销变大，很多属兔人容易遇到被借钱不还、投资亏损、冲动消费等现象。不是你财运特别差，而是你心乱了，判断力下降了，贵人气场也被搅乱了。所以想守财、想翻运，第一步就是稳住，别乱动，别贪快，不急于做决定。9月下旬之后，运势才逐渐回升，那时再考虑投资、转职、搬家，才不会出师未捷。最后一句话送给属兔的朋友，今年不是你去争命、拼命的一年，而是你该学会躲、懂得避、懂得缓的一年。有些劫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前提是你别撞上去。下半年这3个地方记住了吗？可能看起来很普通，但对属兔的你来说，他们却可能是点燃劫数的导火索。躲开这几步，命里的劫也就解了一半，剩下的就看你能不能守得住，熬得过。等到那场真正属于你的福报登门时，你会庆幸自己没有走错那一步路。如果您觉得本期视频对您有帮助，别忘了点赞、分享加订阅频道。在接下来的视频将继续揭示几千年生肖文化密码背后所孕育的哪些命运和神秘信息。愿您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每一步都稳健而有力，确保前行的每一步都坚实可靠。